情人的眼泪，白云，曼丽，天边一颗星，是新加坡建国前后风靡街头巷尾的歌曲。一代歌星潘秀琼、秦淮、黄清源、吴刚，以他们独有的演绎方式，让自己的歌声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我要邀请这位当年红到香港去的一位歌坛前辈，我们掌声欢迎秦淮先生。白云送给各位。银白色的羊群越放越远，小姑娘的歌声轻醉响亮。上个世纪60年代，新加坡歌坛除了潘秀琼，秦淮是另一位享誉国内外的歌星。他的文艺气质，他的创作才气，给当时的歌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犹如他唱的《白云》。谢谢各位。好，谢谢秦淮大哥。人间相会岸的阴天，你是那云彩一片。1938年出生，本名陈龙玉的秦淮，在歌坛有抒情歌圣、一波歌王的称号，在文坛也笔耕有成，出版10多本著作。秦淮在中正中学求学时期就已经展露他在文艺和歌唱方面的天分。我们入中正总校，总校很有诗意的，它一面湖很大，旁边都是种的柳树。总校出来的学生都是文学比较多。从1954年我就发表第一篇处女作，就一直写到现在，散文啊、杂文啊，还有这个新诗啊，我都写过了。秦淮有幸在中正中学遇到伯乐良师，1940年代曾经在歌台驻唱，后来前往英国深造学习声乐的林丽老师。林丽老师是声乐家嘛，她是花腔女高音，她看到我，你不要整天躲在那个门口偷听我在教唱，我叫你来，我教你啊，不收你学费。林丽老师经常从报纸上剪我的诗歌来谱曲，她剪了很多了。我记得有一首她写的非常好听的抒情歌，叫《心灵的窗》。我读的是中正中学。当时我们的同学里面，这个文艺活动都很热络，写作的有一批的，包括秦淮了，还有其他，比如演戏啊、唱歌啊、舞蹈啊，种种活动都经常在办。尤其是毕业班，这个续别晚会通常演出都是3个晚上到4个晚上，而且都是满座的。家长这是很支持啦，那么社会人士也很支持。在老师的鼓励下，秦淮参加了丽丽呼声业余歌唱比赛。他在1956年获得第5名，在1958、1960和1962年3届都斩获季军的佳绩，因而被发掘，开始参与录制歌唱与话剧节目。丽丽呼声经常广播我们的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林丽老师写的儿童歌啊。那么他很多歌曲啊，儿童歌是我唱的。他第一首写的爱国诗也是我写，
发表出来的时候是用政府的500人的音乐队来演奏的，光是生命进行曲来的，在我们国会大厦旁边那个大操场演出。秦淮这个很特别，他本身呢是替他的朋友啊去试音，你呢他的朋友报了名没有来，结果就被录取了。人漂亮，华语不错，音色也好，所以他演那个爱情剧啊，就一炮而红，大家就印象很深。中的沧桑世界中，奋斗智慧的人民，创造了物质文明，也创造了。1949年开台的有线广播丽丽呼声，其中金色电台播放的华语及各种方言节目、歌曲、广播剧备受本地听众喜爱。那丽丽呼声就装置在厨房的墙壁上，那么每天是从早开到晚，没有关的。他6点就开播了，一有音乐出来，大家都赶快起床。我记得在咖啡店啊、杂货店，他们也有装置丽丽呼声。我相信你哋就對百仙何壽咧。當時的娛樂場所也不多，除了上電影院啊，最好的娛樂又經濟實惠，就在家聽廣播了。丽丽呼聲在秦淮正式出道之前，就已經將她的歌聲送入千家萬戶。1964年，位于新世界游艺场的新生歌台庆祝成立5周年。原名陈龙玉的秦淮，就以这个艺名和同样以演唱文艺歌曲出身的朱江、魏民、冯冲联袂登台。后来人们把他们4人称为歌台的4大金刚。那个时候，新生歌台的总经理叫做苏云先生。他说：“你去准备一些歌曲，是流行歌。”我说：“苏云先生啊，我的流行歌可不可以唱成文艺歌一点味道？”他说：“你有本事你就这样唱。”所以我一登台的时候，我把唱文艺歌的人都带进去，没有想到很受欢迎呢。Okay, everybody, please stand by. 10 seconds to go. 因为60年代就开始有电视节目啦。很多人晚上就有节目看啦，就不出门，就不到新世界、大世界跟那个快乐世界去了。这个也影响到这个歌台这个行业了。新生歌台那个时候就是歌台的总部啊，就差不多等于艺人的工会这样。那个时候歌台已经没落了，还剩新生歌台。他们4大金刚一去那么加上媒体的宣传呐。唱了几个礼拜啊，天天爆满了。寂寞的心已冷，爱情却像流水。秦淮搭上了本地流行音乐起飞的热潮。1966年，秦淮发行第1张唱片《再吻我一次》。改编西洋歌曲《Before You Go》，由秦淮自己填写中文歌词，问世之后一炮而红。你再吻我一次，再吻一次。那个时候买唱片的人都是很年轻的，他们握手都很害羞的，不握手的，男女授受不亲嘛。他们买那唱片。封起来送给他的对象，他喜欢的人。他们打开来看，哇，他送给我的这张唱片是秦某人唱的处女作，再吻我一次，哎，有一点暗示哎。结果大卖特卖。再吻我一次啊，它其实就反映了整个社会在开始发展跟建立
以及整个我们讲说都市化的一个很好的见证。60年代、70年代啊，越来越多的这些青少年啊，男女呢，有机会呢接触到我们所谓的这种大众文化，能够走出来。所以对于情歌啦，甚至电影、文艺爱情片的兴起，都有很大的需求了。1966年底，秦淮乘胜追击，发行第2张唱片《白云》，更加轰动。一个小姑娘赶着一群羊。这首歌也成为秦淮歌手生涯的代表作。录《白云》呢，销的更多，男女老少都会听，都会唱，很民谣式的流行歌。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学生也很喜欢听，他们每个人都买一片，交到印尼啊、泰国啊，还有台湾也有。那个白云啊，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听到这首歌，就让到很多人是想去做唱片，这个行业不错啊。一花杨君，突然不见了，歌声也好像是飞到了天上。我们会去做唱片，也是看到他这个白云大笑啊。那时候说用什么名字，我说白云啊，白云很好嘛。这首歌刚好那时候在红嘛，文艺气息，而且以那时候来讲不俗嘛。因为新加坡在建国之后呢，实际上国家就开始积极的推动所谓的工业化发展。那同一时期，唱片制造业其实也是国家在推动去发展的其中一个行业。Quality pressings of records can now be made in Singapore. 新加坡就可以有一个独立唱片的制造跟生产链，所以也就鼓励了很多新加坡的商家投入到这个所谓的唱片行业之中。随后，秦淮以每年出版3到4张的速度，发行了《阿兰娜》。南洋果子香、秦海茫茫、天边一颗星等唱片。电视台、国家剧场、歌厅夜总会、歌剧院各种平台都在1960年代陆续兴起，提供秦淮更多展演才艺的空间。这是本地歌手和唱片业的黄金时代。本土意识的加强哦，在60年代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应该要有我们自己的歌，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一把声音，大家也都会开始支持自己本地的创作，自己本地的歌星。所以像秦淮啦，像黄清源，他们都在这个时代里面冒出来。在本地歌坛声势如日中天的秦淮，也受到海外娱乐圈人士的注意。1969年，他获邀到亚洲流行文化重镇香港演出。我主要是跟2家歌厅签约的，有一家这个金坊海天歌厅，专门唱歌的。那么那时候我在唱歌的时候，也很多明星来捧场，其中一个就是于倩哦。于倩讲话很有理有路啊，她讲的话都是声音很迷人啊。1970年，秦淮和邵氏电影女星于倩结婚，婚后育有2个儿子。成家后，秦淮留在香港发展事业。除了在歌厅演唱，秦淮也上香港电视节目，包括立地电视群星会，以及由新加坡出身的媒体人蔡和平操刀最受欢迎的无线电视台节目《欢乐今宵》。When Iwati was showed, everyone at home stay home. For Long Come Siu, we have a lot of big stars. Even Tan Lai Kwan, after he won a singing contest in Taipei, she came to For Long Come Siu. You have Bruce Lee to go on the show too as well, you know.
And then, of course, from Singapore, we have our famous singer, Cheng Wai, Sakura, everybody. Over that time, I invite a lot of stars to come, like Ye Fong, Wang Sa, and they're comedian. Of course, I'm very proud because I always know that Singapore has good talents. 60年代末，也就是秦淮开始到香港去发展的时候，也刚好碰到了香港的这些所谓的歌舞厅啊、歌剧院蓬勃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唱国语歌曲的，所以呢，在新加坡就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歌星的一个来源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像秦淮啦，像凌霄，他们在香港都有各自的这个歌友会，就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候在香港红的程度了。秦淮在香港的人气，多次在当地娱乐报纸主办的票选中获得奖项肯定，如第一流歌星、金像歌星、10大歌星金骆驼奖等等。他也在香港的美亚唱片公司旗下灌录新歌出版。香港很多人喜欢，就是买这首歌嘞，《勿忘我》。这一朵勿忘我，是多么的交响。歌名也有一片叫《恋爱季节》。他们很喜欢呢，他们把这2首歌当成经典了，没有办法不唱，因为他们点了嘛，一定要唱嘛。而且有时候唱，他给你一个大红包了，我叫人家去捐做慈善了。经常参与慈善演出，且筹款成绩斐然，也是秦淮演艺生涯中的一大亮点。1961年，河水山发生大火，当时秦淮就号召了一批业余青年歌手筹办义唱，为灾民募款。我还是虽然已经出来做慈善了，我做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因为我也是穷苦出身的，我碰到过很多左邻右舍都是很穷的。建国初期，政府财政并不宽裕。当时，许多民间的义演是为民众团体或者公共建设筹款。1968年，立体呼声主办筹募国防基金义拨大会，秦淮是现场筹得最多善款的歌手之一，因而获颁义拨歌王荣誉。1973年，为了兴建玉郎镇联络所筹募基金，主办了远东10大巨星慈善晚会。当时常驻香港的秦淮也特地回国献艺。1975年第2度举办，秦淮再次共襄盛举。当时我是没有想到会那么热烈。我们总共演出，我记得是4个晚上，2个小时内票一抢而空。我们主要是在4个地区选，台湾一个委员会，新加坡一个委员会，香港一个，马来西亚一个。那委员会的人选多数是从媒体邀请来的啦，很公开、很公平、很公道。这新加坡的 Copy 是选上了秦淮，他参加了这个远东10大以后，他的定位就是远东10大歌星之一，也就是说，这区域性肯定了他的身份，他的成就。我们65年建国，建国了有很多基础设施哦，靠民间团体来做的。这些通常都是由一个部长来带头，下面民间就来推了。很多艺人哦，就抱着建设自己国家是自己本身的一个职责，真的是义务的去演出。一来可能就是他们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啦，二来他们也可以通过他们每一个表演的机会，触及到更多的观众。1976年，原本新港两地跑的秦淮决定回返新加坡定居。想忘记偏是忘不了，他当时看来多美妙，身配着无一般的纱。1980年代后，秦淮除了偶尔受邀上电视节目，其余的公开演出多半是为慈善募款活动义唱。逐渐淡出表演舞台后，秦淮投注更多心力在文字和艺术创作。回来我就埋头写作比较多，所以写了10几本嘛。
每一年跟我写一篇爱国诗，来赞美新加坡国家。啊，每一年写了50年呢，半个世纪没有漏掉一篇的。秦淮近期最盛大的演出是6年前以8旬之龄举办个人演唱会，以多首代表作回馈长期支持的歌迷和好友。我觉得秦淮的代表了，就是在建国初期的一些娱乐艺人，他们如何积极的，不只是在娱乐的领域上，在其他的方面对国家做出贡献吧。他是一个歌手，他也是一个文人。秦淮在新加坡歌坛最大的成就，就是他在这艺术歌曲跟流行歌曲之间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种融合境界。草地上，水木不放。代表作《白云》传唱了半个世纪，也启发秦淮将优美的音符和意境化为丹青油彩。我今年85岁了，老实讲，真的也不容易了。在娱乐圈，在文化圈，在文学圈，在画圈、画坛，我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我的生活是很丰富的，我自己都想不通的东西，我还在继续的追求我想不通，要想通它。歌声跟随着风儿的翅膀，在草原上到处欢乐地飞翔。一会儿羊群突然不见了，歌声也